二手柴油车买家要当心，高达60%的比例在购车后的第1年就可能面临超过$5000的巨额维修账单。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柴油发动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甚至可能让你在还清车贷之前就陷入经济困境。那些曾经被吹捧为可靠耐用的柴油卡车，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快速达到排放标准而匆忙推出的实验性产品，注定会走向失败。本期节目将基于详实的故障记录和真实的维修成本数据，为大家盘点2026年最应该避开的5款柴油发动机，请务必相信，位列榜首的发动机所造成的车主财务损失远超历史上任何其他柴油动力平台。从动辄炸毁整个喷油系统的燃油泵，到需要拆卸驾驶室才能更换垫片的冷却系统，这些制造商在柴油技术发展最黑暗的时期，为了满足严苛的排放规定，牺牲了发动机的可靠性。最令人震惊的是，榜单上最糟糕的发动机平均维修费用竟然高达$8000，而且故障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请务必观看完整视频，这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一项能让你避免继承别人高达$15000潜在麻烦的重要研究。跳过这部分内容，你很可能最终购买到一辆在修理厂待的时间比在路上行驶时间还长的柴油车。第5名，通用汽车 6.5 升涡轮增压柴油机。通用汽车的 6.5 升涡轮增压柴油机涵盖了1994年至2001年间的电子喷射版本，其上榜并非因为单次维修费用惊人，而是由于其必然发生的慢性可靠性问题，这使得它在与同类产品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这款发动机广泛应用于 CNK 系列皮卡、Suburban 以及同类车型上，其设计上的缺陷贯穿了整个生产周期，给车主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困扰。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其热管理系统 6.5 升发动机的冷却系统与缸体设计存在根本性的不足，极易导致过热，尤其是在高负荷运行的情况下，持续的热应力最终会导致缸体和缸盖出现裂缝。尽管通用汽车在1996年对冷却系统进行了升级，但结构性的缺陷依然存在。对于那些经常拖曳重型拖车或者在炎热气候下使用车辆的车主来说，几乎无法避免的会遭遇缸体开裂的问题，而更换整个发动机的总费用将超过$4000。第二个灾难性的缺陷与喷油泵驱动装置 PMD 或 FSD 有关，该部件安装在发动机深处的喷油泵上。1994年，通用汽车在引入电子燃油喷射系统时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工程失误，将敏感的电子控制模块直接安装在了高温的喷油泵上。这个喷油泵位于发动机舱的底部，这样的安装位置使得 PMD 模块承受着极端的热循环，最终导致内部焊点和元件融化，其后果是车辆会随机熄火，完全丧失动力，以及持续无法启动，让车主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困在路边。PMD 故障堪称电子设备热管理工程设计的反面典型。该模块被放置在最极端的高温区域，持续承受热应力，最终必然导致故障。许多车主反映，他们的车辆经常在高速公路、停车场以及执行关键工作任务时，因为 PMD 的突然失效而抛锚。故障的随机性尤其令人沮丧，车辆冷却后可能重新启动，但在几小时或几天后又会再次发生故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用 PMD 迁移套件，将模块转移到一个更凉爽的位置，通常安装在前保险杠或翼子板处。虽然这类套件的价格相对较低，$100至$300，但购车后必须立即进行改装。考虑到发动机缸体开裂的潜在风险以及其持续较低的功率输出，与 7.3 升 L Power Stroke 或 5.9 升 Cummins 发动机相比，6.5 升涡轮增压柴油机对于那些追求省心可靠用车的消费者来说，绝对应该避而远之。到了2026年，这类发动机已经属于非常老旧的产品，仍在运行的车辆很可能已经完成了 PMD 的移位改造。然而，缸体开裂的风险依然存在，并且零部件的供应量也在持续萎缩。6.5 升发动机堪称通用汽车柴油历史上的一个弱点，其平台性能根本无法与同时代那些传奇般耐用的发动机相媲美。对于寻求可靠柴油动力的买家而言，避开任何搭载 6.5 升发动机的车型才是明智的财务决策。第4名，大众奥迪 2.0 升 TDI 共轨系统。2.0 升 TDI 共轨发动机广泛应用于2009年至2015款的捷达、帕萨特、高尔夫以及奥迪 A 费等热门车型，堪称入门级柴油车的陷阱，已经让无数车主陷入财务困境。这些价格相对实惠且行驶里程较高的柴油车，曾经吸引了那些追求燃油效率和欧洲工艺的买家，却在引擎盖下隐藏着一颗定时炸弹。这个致命的缺陷源于博世 CP4 高压燃油泵，这款燃油泵取代了历史上非常可靠的 CP3 设计，并引入了一个影响多家制造商、多种柴油平台的灾难性缺陷。
CP4 泵采用的结构对在美国普遍销售的超低硫柴油的润滑性能极其敏感，当润滑不足时，泵体内部的金属部件会迅速磨损，最终导致突然失效。噩梦由此开始 ，CP4 泵的故障并非只是简单的停止工作，这款燃油泵会变成一个强力的研磨机，将其内部部件粉碎成具有研磨性的金属浆液。这些细小的金属碎屑随后在极端压力下被泵送到整个高压燃油系统中，污染喷油器、燃油轨以及连接的管路，最终整个燃油系统都必须进行更换。到了2026年，对一辆车龄在10到15年的紧凑型轿车来说，这项维修通常需要花费3200到4000美元，甚至更多。这笔费用往往超过了车辆当前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使其在经济上变成了一辆完全报废的车辆。大众汽车确实曾为2009年至2012年款的车型提供过保修延长的服务，覆盖了因高压燃油泵故障导致的金属碎屑污染问题，将保障期限延长至10年或12万英里。然而，到了2026年，几乎所有受影响的 TDI 车型都远远超出了这个保修期限，导致现在的车主需要承担100%的故障维修风险。TDI 平台的残酷讽刺在于，消费者最初被其较低的购置成本和出色的燃油经济性所吸引，最终却面临着远超购车成本的维修账单。一辆价值3000美元的 TDI 汽车，如果需要花费4000美元更换燃油系统，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亏损。车主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报废车辆，损失投资，或者支付超过车辆价值的维修费用。一些预防策略包括安装 CP4 计量阀旁路套件作为低成本的保障，或者更换全套 CP3 转换套件，用经久耐用的旧款设计来替代存在缺陷的泵体。然而 CP3 的改装需要配合 ECU 的调校更新才能正常工作，这增加了复杂性和成本。旁路套件虽然是更经济的选择，但仍然是一笔额外的开支。如果大众汽车最初就采用了可靠的 CP3 泵，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CP4 问题波及了2009年至2015年间的所有 TDI 车型，使得该代产品中不存在所谓安全年份的说法。常见的发动机代号如 CBA、CGR 和 CK 等都采用了相同易损的燃油泵设计。对于2026年的二手车买家而言，该时期内任何 TDI 车型都意味着不可接受的财务风险，除非 CP4 泵已经被 CP3的改装件替换，或者买家准备在购车后立即实施这项改装。 TDI 位列第4名，反映了其相对于车辆价值而言毁灭性的财务影响。尽管其绝对维修成本低于本榜单上的某些卡车平台，但维修费用占车辆价值的比例使其对车主的打击同样巨大。对于一辆价值3万美元的卡车来说，5000美元的维修费或许还可以承受，但对于一辆价值3000美元的汽车来说，4000美元的维修费则堪称灾难性的损失。第3名，通用汽车 6.6 升 Duramax LML 发动机。应用于2011年至2016年款雪佛兰 Silverado 和 GMC Sierra 2500 HD 非3500 HD 卡车的 LML 带 6.6 升 Duramax V8 发动机堪称本榜单中最令人沮丧的条目。这款发动机拥有坚固的钢体设计和强劲的传动系统部件，原本应该是一款非常可靠的重型平台。然而，通用汽车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将这款原本可靠的发动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务负担。这个决定就是采用博世 CP4 高压燃油泵。LML 代系的 Duramax 发动机用 CP4 设计取代了早期 Duramax 代系中历史上非常可靠的 CP3 泵。这一变更引入了与大众 TDI 平台相同的系统性故障模式，但由于重型卡车的规模更大，维修费用也相应攀升。CP4 泵对超低硫柴油的润滑性能极其敏感，当燃油润滑不足时，内部部件会迅速磨损，最终引发泵体的灾难性故障。当 CP4 泵发生自毁时，会产生金属碎屑的浆液，污染整个高压燃油系统。这种污染不仅需要更换燃油泵，还需要同时更换全部8个喷油器、2条燃油轨以及相关的管路。整套燃油系统的更换费用通常介于5000到7500美元，甚至更高。对于本应可靠的工作卡车来说，这是一笔毁灭性的支出。CP4 故障的普遍性引发了针对通用汽车的重大集体诉讼。一项拟议的和解方案覆盖了特定州的2011年至2016年款车主针对他们自费维修 CP4 泵的支出提供补偿。通用汽车曾发布技术服务公告，承认燃油泵内部部件故障产生的碎屑会导致燃油压力损失。然而，延长保修的范围通常仅限于泵体总成本身，迫使车主承担更换所有受污染部件的巨额经济负担。LML 车型 CP4
故障最令人沮丧之处在于，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问题。前几代 Duramax 发动机使用的 CP3 泵在行驶数十万英里后仍然表现出极高的可靠性。通用汽车决定改用 CP4 泵的动因源于排放合规要求和成本考量，而非可靠性的提升，结果导致了耐久性的下降。在每一辆搭载 LML 发动机的卡车引擎盖下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CP4 泵的缺陷并非制造商专属的问题，通用、大众以及早期的福特 6.7 升平台都采用了相同泵体的设计，这表明问题的根源在于泵体本身的设计缺陷，而非安装或集成问题。对于2026年选购 LML Duramax 的二手车买家来说， CP4 泵必须被视为当务之急的预防性维护支出，而非潜在的未来瘾。唯一的永久性解决方案是通过改装套件将存在缺陷的 CP4 泵预防性的更换为经过市场验证的旧款 CP3 设计。此类套件通常售价在2000到3000美元之间，相当于为避免可能造成3倍损失的灾难性故障购买了一份强制性的保险。多款改装套件符合全美50州的法规要求，并且无需进行调校修改即可运行，堪称简便易行的预防性升级方案。现在请立即点击订阅按钮，因为榜单前2位的发动机状况更为严峻。在选购二手柴油车之前，务必了解哪些平台应该避而远之。对于考虑购买 LML Duramax 的买家来说，决策框架非常明确。如果车辆已经安装了 CP3 的改装套件，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对可靠的平台。如果仍然保留原厂的 CP4 油泵，那么需要在购车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计入2000到3000美元，用于立即进行改装，否则就应该直接放弃购买。购买一辆搭载原厂 CP4 泵的 LML， 并祈祷它不会发生故障，无异于在赔率严重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进行赌博 LML 位列。第3名正是反映了其高昂的维修成本与必然的故障风险的双重压力。与某些故障可能发生但并非必然的平台不同， CP4 问题对整个 LML 世代的影响具有普遍性。这款燃油泵没有所谓的安全年份，也没有可靠的预警指标，更无法预测故障发生的具体时间。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出故障，而在于何时会出故障。这使得 LML 与其他发动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可能存在一些可以通过监测和维护来解决的局部问题，而 CP4 则是一个系统性的缺陷，必须通过彻底的改装才能实现可靠运行。第2名，福特 6.4 升 Power Stroke 发动机。福特 6.4 升 Power Stroke 发动机仅在2008年至2010年间短暂生产，搭载于 F-250 和 F-350 超级重型卡车平台。这是福特与 Navistar 合作设计的最后一款发动机，之后福特便转向了自主研发的 6.7 升平台。6.4 升发动机旨在实现突破性的改进，以取代臭名昭著的 6.0 升发动机。它采用了共轨喷射、复合涡轮增压等先进系统，并且首次在超级重型卡车中应用了柴油颗粒物过滤器 DPF。 然而这款发动机却催生了以发动机内部破坏为核心的新故障模式，使其成为历史上经济损失最惨重的柴油平台之一。其灾难性的缺陷涉及燃油稀释与活塞开裂问题。为了清除 DPF 中的积碳，再生周期会在燃烧后期喷射未燃烧的燃油，这些燃油经常会冲刷过活塞环，严重污染并稀释发动机机油。机油质量的急剧恶化导致发动机各部件过早磨损，常常引发活塞开裂，最终必须更换整个发动机缸体，这堪称最具毁灭性的故障模式。维修费用通常高达1万到1.5万美元。根本问题在于，这项技术最初是为了外部污染控制而设计的。DPF 通过其再生策略引入了发动机的致命缺陷。为了燃烧积碳所需的后喷射方法，因燃油稀释而产生内部应力，原厂发动机部件无法长期承受。激进的调校会显著加剧灾难性故障的风险，因为气缸压力的增高叠加机油的劣化，将加速活塞的损坏。除了活塞问题， 6.4 升发动机还存在其他可靠性缺陷。尽管采用了更大的16毫米缸盖螺栓，试图解决 6.0 升机型的缸盖垫片问题，但双回路冷却器仍然构成一个关键的薄弱环节，它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冷却液泄漏。复杂的串联复合涡轮增压器结构对 DPF 再生周期产生的过热和背压非常敏感，加速了部件的磨损，并导致涡轮过早失效。高压燃油系统本身也存在隐患 ，Siemens 的共轨系统工作压力高达26000 psi 以上，对任何形式的燃油污染，包括水、污垢或气泡都极为敏感。如果高压泵因吸入杂质而发生故障，将立即污染喷油器、共轨以及管路，迫使整个系统必须更换。这与 CP4 问题相似，但由于工作压力更高，造成的损害也更广泛。6.4 升发动机拥有 Power Stroke 系列中最短的生产周期这一独特记录，仅持续了3个车型年。
如此短暂的生产周期表明，福特迅速意识到了该平台根本性的设计缺陷。与通常需要昂贵部件更换和强化措施的 6.0 升发动机不同， 6.4 升发动机在活塞损坏时往往需要更换整个短缸体或长缸体。这种灾难性的内部故障的维修成本通常超过许多二手车的价值。对于2026年考虑购买搭载 6.4 升发动机的手卡车买家而言，必须严格监控 DPF 的再生频率，并定期进行机油稀释分析，作为购车的前提条件。然而，即便进行完美的维护，也无法消除其固有的设计缺陷。原厂内部组件，尤其是活塞，无法承受高缸压与 DPF 再生策略导致的机油劣化所造成的累积应力。这意味着每一台 6.4 升发动机都在透支其寿命，无论维护记录或行驶里程如何 ，6.4 升发动机位列第2名。正是反映其主要故障模式造成的极端经济损失。尽管榜单上其他发动机也需要高昂的维修费用，但通常仅涉及特定系统或部件的更换，而 6.4 升发动机的活塞故障则必须进行整机更换，这意味着彻底的机械毁损。一辆价值2万到3万美元的卡车，如果产生1万到 1.5 万美元的维修费用，而车辆本身价值也只有2万到3万美元，将造成及时的经济损失。6.4 升发动机车主必须执行的预防性维护包括频繁进行机油分析，以检测燃油稀释情况，发现稀释时立即更换机油，并监控 EGR 冷却器的完整性。更换完整的 EGR 冷却器套件和 DPF 传感器接头是维持系统完整性必不可少的维护项目。然而，即使完美执行这些预防措施，也无法消除根本的设计缺陷。这种缺陷使灾难性的活塞故障成为必然而非可能。榜首，福特 6.0 升强力冲程发动机。福特 6.0 升 PowerStroke V8 发动机荣登本榜单首位，成为二手车市场最具经济破坏力的柴油发动机平台。这款发动机由 Navista 制造，并被国际命名为 VT365， 曾应用于2003年至2007款福特 F-250 及 F-350超级重型卡车以及 E 系列厢式货车。该平台臭名昭著的可靠性问题，直接导致了福特与 Navista 长达数年的合作关系其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近现代史上任何其他柴油发动机。6.0 升发动机零号的独特恶名源于其关键故障点会引发致命的连锁反应。当某个相对廉价的部件失效时，便会触发昂贵系统的灾难性损坏，除非购车后立即实施昂贵的防故障强化措施，否则这款发动机几乎不可能实现可靠运行。故障的连锁反应始于最不起眼的部件，最终以发动机彻底报废告终。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机油冷却器堵塞，该部件作为故障的主要催化剂。机油冷却器采用了内部通道狭窄的设计，极易因发动机铸造过程中残留的沙粒和碎屑而堵塞。一旦堵塞，冷却器将限制冷却液的流动，导致机油温度飙升，并引发热效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机油冷却器本身属于相对轻微的维修项目，零件费用不足500美元。然而，这个低成本的故障却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当冷却液流通受阻时， EGR 冷却器无法承受废气再循环产生的高温，冷却器随之过热，开裂并破裂，冷却液喷射或进入燃烧室，可能引发液压锁死，导致发动机灾难性损坏，或者进入排气系统，造成冷却系统严重且危险的超压。超压的冷却系统进而侵蚀最薄弱的结构部件缸盖垫片。在一个普遍被认为设计缺陷的方案中，福特将每缸的缸盖螺栓数量削减至仅4颗，并采用较低的扭矩使螺栓产生塑性变形。当 EGR 冷却器失效且冷却系统超压时，这些螺栓无法充分压紧缸盖与缸体，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缸盖垫片爆裂，排气管冒出白烟，动力严重损失，以及冷却液与机油混合。此时，维修费用将从数百美元飙升至数千美元。第4个关键故障点涉及驱动液压电子单元喷油器用于 SUI 喷射系统的高压油泵。常见的故障模式包括关键卡扣连接件失效或杂质污染导致的泵体内部损伤。当高压油泵发生故障时，发动机将出现突然熄火或完全无法启动的情况，导致车主被困在路边 6.0 升发动机的即灾难不仅源于零件成本，更源于其结构设计缺陷。每一次维修都会加剧损失，可维修性也是一个大问题。包括高压油泵、涡轮增压器、EGR 冷却器和缸盖垫片在内的多项关键部件都深藏于涡轮增压器和发动机罩下方。维修这些部件需要将整辆卡车的驾驶室从车架上拆卸下来，这项耗时耗力的操作被称为驾驶室拆卸人工税，显著增加了维修成本。本榜单中的发动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为了快速达到排放法规的要求而牺牲了可靠性，但当一些制造商制造出灾难时，另一些却铸就了传奇。
若想了解哪些发动机在同类的失败中幸存下来，请观看我们关于13款2026年后将消失的发动机的视频，见证哪些产品将永远退出市场。